公元1919年，一个名叫肖特的德国传教士来到了中国宁夏的水洞沟，住进了当地一家简陋的车马店。没有人知道他来到这里的目的。正是他的一次偶然的发现，轰动了中外考古界，从此揭开了水洞沟神秘的面纱。水洞沟位于宁夏银川市东南的高原荒漠地带，这里人烟稀少，千万年的冲刷加上大自然造就的严丹地貌，让这里显得格外荒古和神秘。水洞沟这个地方，它这个名字是从明代开始才有的，它主要是与长城有关系。流经水洞沟的黄河支流被当地人称作边沟，边沟长时间冲刷着这里，把黄土层切成了一个很深的沟。这个长城呢，下面就用石头圈了一个洞，圈了一个洞嘛，水就从这儿往西流到黄河里面去。所以这边因为这点有个水洞这个沟呢就叫做水洞沟。20世纪初期，伴随着西方入侵中国，国外的宗教势力，尤其是基督教，开始在中国传教。大批传教士涌入中国，负责天津教区的肖特正是他们中的一员。他在传教的过程中间，就从天津出来，完了以后，沿着这个就走到包头这一线，最后沿着这个河套地区就到达宁夏。到这儿以后呢，主要是任务是传教。都突然晚上发现在这个崖壁上，发现有这个灵火灵光的这个痕迹，有蓝火，他感到非常新奇。身为基督教徒的肖特，自然不会相信当地人鬼火的说法。夜晚，在车马小店主人的协助下，肖特来到这个崖壁，对这里进行了简单的挖掘。这些个国外过来的这个神职人员，尤其是这个一些主要的一些人物呢，他并不是单纯的是属于一个宗教人士，他有着自己丰厚的一些专业的知识。肖特本身就是一个古社会学家，凭借自己的专业知识，肖特在挖掘到的东西里面发现了古生物化石。他回到天津以后，就把这个消息传给了另外一个传教士，在法国的古人类学家德日进。他除了懂得这个古生物学，他对地质学的研究、对哲学的研究、对考古学的研究都颇有造诣，而且有很深的这种理解和见解。他们都是这个法国的，都是朋友，而且当时都是这个神职人员，上次这个德日进呢，他虽然也是个科学家，但是呢，他也是个神职人员。在肖特挖到的东西里，一个披毛犀的头骨引起了德日进对水洞沟的巨大兴趣。19世纪，欧洲是人类进化中心的观点，在世界上风靡一时。莫斯特文化遗址的发掘也提供了有力的证据，这是因为当时在中国境内始终没有发现确切的旧石器时代遗物和旧石器时代人类活动的遗迹。所以当时呢，这个西方的学者认为，好像中国就不存在有这个旧石器时代这样一个时期对吧？虽然好像零零星星的发现有些材料，但作为一个系统的材料来看，认为不存在。作为一个时代来讲，作为人类发展的一个阶段来讲，认为好像不存在，不存在这个没有发现。亚洲大陆适宜的地质结构和地理特点，加上肖特发现的头骨化石，使得德日进相信，在遥远的中国水洞沟
肯定会有他想要的东西。